你知道吗？福星小子的拉姆原本只打算登场一话，乱码1/2的性别转换，原本是要靠被打才会变身，而犬夜叉的桔梗，它的复活灵感竟然来自一堂陶艺体验课。这些都不是都市传说，而是真实创作的过程。背后的创作者就是高桥留美子，她的作品你一定看过，但她的创作故事你可能不一定知道。她不是靠天才横空出世，而是一笔一画，一页一页，亲手走出漫画的边界。大家好，我是 Billy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的主角不是高桥老师本人，而是他过去几十年来在创作路上留下的痕迹，那些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的角色细节，这些你以为早就懂的作品，今天就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打开他的秘密抽屉。高桥留美子从小就喜欢画画，也很爱看漫画，尤其是他哥哥看的少年漫画。他在中学时就开始自己创作，甚至投稿到周刊少年 Magazine， 但那时没有被录用，他一度想过放弃。后来到了大学，他加入了漫画研究社，和朋友创立了 BOZ 这个漫画社团。这个 BOZ 在日文指的就是废稿的意思，就是漫画圈里常出现的未采用。他们故意取这个名字，像是一种自嘲，也像是一种决心。就算是废稿，也要画下去。真正的转折是他进入了小池一夫的巨画春熟。小池老师看过他的作品后，对他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一定能成为漫画家。”这句话给了他极大的信心，也是他后来坚持下去的关键。高桥留美子最早受到影响的作家是筒井康隆，他笔下那种结合科幻与幽默的风格，深深影响了他。他也很喜欢赤冢不二夫和藤子不二雄这些漫画家的作品，都是他成长时的精神食粮。但让人比较意外的是，他从国中开始就非常崇拜池上辽一。池上老师写实又华丽的画风，让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漫画家，就为了有一天能亲眼看到他。另外一部影响他很深的作品是永井豪的《阔莲子学园》，这些完全不同的喜好，后来都融合进了他自己的漫画风格。在大学时期，高桥留美子正式出道，他以短篇作品《任性小子》拿下了第2届小学馆新人奖佳作。当时他非常穷困，穷到连去东京领奖的车钱都没有，还是向朋友借钱才搭车成行。而这部《任性小子》后来成了福星小子的原型。漫画家无期日出夫看完这部短片后，震惊地说：“漫画回来了！”还特地买了3本杂志支持他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日本漫画界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声音。福星小子是高桥留美子的成名作，但你可能不知道，这部漫画原本只打算连载5话。第1话的故事其实是他在巨画春熟的课堂作业。他当时把所有想画的元素都塞进去，生活化的科幻、吵吵闹闹的喜剧，还有校园恋爱剧，这种什么都有的风格在当时非常新鲜。甚至有人说，他的后宫结构根本是现代版的《源氏物语》，不止文化感重，还意外的好笑又可爱。主角朱星当一开始其实不是花心大少，原本设定比较普通，但编辑觉得不够有趣，来回改了7次稿子，最后老师干脆把它改成极度好色的个性，才让剧情整个活了起来。而女主角拉姆原本只预定在第1话登场，这一点老师后来亲自在推特上证实过。但因为拉姆太受欢迎，所以她一路变成了主角群。拉姆的形象灵感来自日本的雷神，所以她穿着虎纹比基尼，头发飞扬，充满电力。老师曾说过，拉姆的刘海剪裁方式是整个角色设计成功的关键，还有他最招牌的口头禅 "Naja"， 灵感其实来自井上下的小说《青春盛夏》，那里面的角色使用了仙台方言，刚好他出道做的外星人用的刚好是千叶方言的鱼尾 "Nabia"， 2个语气很像，他就干脆让拉姆也这样说话，结果观众超级买单。原本的女主角其实是朱星当的青梅竹马山宅人，但拉姆的人气实在太高，戏份越来越重，自然就变成真正的女主角了。老师也说过，他最重视的是主角阿当，女主角是谁反而不是他最在意的。在一次创作卡关时，老师画完一个分镜后，整整卡了2-3天，怎么想都不知道后面要怎么接。后来他干脆把那格删掉，结果剧情立刻豁然开朗，这也成为他很重要的创作经验。在连载福星小子的同时，高桥留美子也开始另一部作品《相聚一刻》，一部热闹的外星人搞笑剧，一部是写实的成年恋爱故事，两边风格差异极大。但老师才20多岁，精力旺盛，几乎不需要睡觉，对画漫画这件事充满热情。根据编辑铃木总一郎的回忆，《相聚一刻》后来也变成了周刊连载，等于他同时连载2部周刊漫画，持续了将近7年，没有一次休刊。这样的工作强度，一般漫画家根本撑不下去，但他做到了。
主角五代玉座与鹦鹉祥子的关系设计也有老师自己独特的想法。他说，一旦男女主角说出我喜欢你，这段恋爱在漫画里就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他刻意让两人的距离一直停留在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。高桥老师对男性心理的描写非常细腻，他的男性编辑甚至说，几乎不需要教他男生怎么想。祥子的形象原本设定为成熟类型，但画出来后典型偏圆，意外的变年轻了。而祥子的亡夫鹦鹉总一郎，老师从头到尾都没画过他的脸。他说，如果真的画出来，大概也只是个普通男人，那就不会让人惊讶了。相聚于课中有一段五代玉座去风俗店的剧情，当这一话连载后，编辑部收到大量的抗议，读者们写信来说，五代的第一次应该要留给祥子小姐的，尤其是男性粉丝反应非常激烈。但老师不为所动，他认为祥子是寡妇，原本就有经验，如果五代完全没有经验，在两人的关系里，祥子就会处于主导地位，而他希望这段恋情是由五代来主导的。这样的坚持也展现出他不会轻易被读者意见左右的创作信念。第三任编辑铃木总一郎曾说，高桥留美子是个努力的天才。他们讨论100分的剧情时，他总能交出150分甚至200分的成果，而且他从不脱稿，还常常画出让编辑惊讶的内容。另一位编辑白井胜也说，从第一话开始就看得出相聚一刻会爆红，主角鲜明，设定完整，节奏准确，一切都像是为成功准备好的作品。乱马1/2是高桥留美子另一部超人气作品。一开始他就想画一个能够自由变换性别的主角，因为他说过自己特别喜欢画女性的身体线条，觉得女生的姿态和变化更丰富，画起来更有趣，这样故事里就能同时出现大量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，也比较不单调。他曾经考虑过让主角被打之后才会变身，但后来觉得那样不够有趣。某天他脑中突然浮现出澡堂门口的布帘画面，于是他想到，如果冷水会变女的，热水会变回男的，这个设定一定会很好玩。等热水变身的机制确定之后，他开始思考这种体质该怎么来的。于是他设计出中国的咒泉乡这个地方，因为他相信中国有很多神秘的东西，那里有各种被诅咒的泉水，每个掉进去的人都会变成特定的样子。乱马就是掉进了娘溺泉，所以只要被冷水泼到，就会变成女生。这种诅咒无法解除，只能被新的诅咒覆盖。乱马的招牌马尾辫是老师刻意设计的，不管他变成男的还是女的，读者都能一眼认出他是谁。而他穿的中国功夫服也是男女通用的设计。至于梁牙的路痴设定，这个灵感来自老师的想法。那些不管怎么样都能继续前进的人，其实很棒。梁牙就是这样的人，越迷路越在野外求生，就越强。动画师井之敦史还曾说，把梁牙画成小猪劈将，比画女乱马还简单。漫画里的武打风格很明显受到成龙功夫电影的影响，而各种夸张的必杀技演出，则是向车田正美老师致敬。也有人说分镜手法有参考七龙珠，但由于出版社之间有竞争，老师从未直接承认过这一点。动画中期正好遇到日本社会出现御宅族事件，导致动画制作方开始加强内容审查。原本只是这一下裸露的画面，后来连角色晕眩的漩涡眼都被禁用，因为怕让人联想到疾病，可能会冒犯某些观众。担任原画师的石田敦子提出过抗议，但也无法改变这个决定。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创作者面对的压力。犬夜叉是高桥留美子另一部重要的代表作，这部作品的背景设定在日本战国时代。老实说，那是一个妖怪比较容易活动的时代，很适合奇幻故事。他原本就想画一把会变形、会成长的刀，也想画一段与妖怪战斗的冒险旅程。这些想法最后组成了犬夜叉的世界观。犬夜叉是一个半妖，性格暴躁又别扭，所以女主角日暮梨必须是一个能跟她平等对抗的坚强女孩。梨是巫女桔梗的转世，但她有完全独立的人格，也没有前世记忆。老师曾说，在画梨哭着想见犬夜叉的场面时，自己也被感动到落泪。犬夜叉的年龄一直是粉丝关心的话题，因为他被封印了50年，又是半妖。老师表示，他希望犬夜叉的心灵年龄和梨一样，都是15岁。人气角色杀生丸的母亲会登场，是因为老师思考谁有资格对杀生丸说教。他认为大概只有他的妈妈。杀生丸母亲的造型是参考杀生丸本人的样子设计的，而那个善良的女孩灵就是杀生丸第一次动用天生牙救国的人。桔梗每次登场都会让整个故事变得紧张。老实说，梨因为桔梗的存在而成长，但犬夜叉反而没什么改变。桔梗复活的灵感来自老师去参观一子烧陶器时的体验。最终反派奈落的设定是为了解释弥勒风穴的诅咒来源。
也让他能与犬夜叉与桔梗的过去有所连结。老师在画奈落最后的结局时，也感到有些寂寞。他觉得奈落虽然邪恶，但因为还有人类的要素，反而比较好描写。但他也常常苦恼自己的邪恶想象力不够，没办法把奈落变得更坏。弥勒的风穴招式是他从放出东西很常见，吸进东西很少见这个概念发想出来的。所以老师说的是龟派气功吗？他好色又开朗，个性和犬夜叉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珊瑚这个角色，老师画了2、3次才定案，他最早的设定跟名字都不一样。老师为了让他合理加入主角团队，就给了他一个憎恨奈落的理由。可爱的妖狐七宝是老师一直想画一个吉祥物一样的孩子，可以跟犬夜叉斗嘴打闹。四魂之玉的设定来自日本神道的104四魂说法，他觉得这个概念很适合具现化一颗神秘的玉。他让四魂之玉破碎，是为了给角色们一个明确的旅程目标，而玉藏在离体内，则是为了强调它与桔梗之间的转世连结。武器方面，老师很重视每个角色的武器设计，认为武器要能反映角色的个性。犬夜叉的铁碎牙是一把会变形、会成长的刀，杀生丸的天生牙则是与之相反，是一把只能救人的刀。这2把刀也象征着兄弟俩的差异。犬夜叉在朔日会失去妖力变成人类，这个设定是为了配合当时设计的蜘蛛式故事。老师也说，朔日版的犬夜叉长发造型非常适合，还有一点像长发版的乱马。至于为什么离能穿越时空，老师曾经跟编辑讨论过，原本建议是让离待在战国时代不要回来，这样故事的时代感比较浓厚。但老师认为，如果离突然消失，家人一定会很担心，不写他家人的反应也不自然，写太多又怕打乱节奏，所以最后决定让离可以自由往返2个时代。在犬夜叉这部严肃的长篇完结之后，高桥留美子决定回到她最擅长的路线，一个比较轻松、比较日常，也比较搞笑的喜剧作品。这部作品就是《境界之轮回》。故事里虽然还是有战斗元素，但整体气氛比犬夜叉轻松很多，也比乱马1/2沉稳一些。主角六道轮回是一个贫穷的死神混血少年，女主角真宫樱则是一个能看见幽灵的女孩。这次老师在角色设计上也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。轮回不像犬夜叉那么爱冲，也不像乱马那么躁动，他的风格是偏冷静的类型。他的经济状况很差，所以恋爱方面也没什么余裕去想别人，专心只对樱一个人好。樱的个性也很特别，因为天天看到鬼，所以变得极度冷静，冷静到有时候让老师自己也抓不准他在想什么。老师说，他刻意让这2个人之间维持一种很安静的互动节奏，不像过去那些情侣角色动不动就吵架或误会。作品里还有一个角色叫墨雾，是轮回的童年朋友，他们之间有一点兄弟情谊的描写。老师说，这样的设定让他能够在角色关系上做更多的层次处理。而境界之轮回整体的剧情密度比较低，读起来不会太累，是那种可以慢慢看，也能随时放下又接着看的类型。虽然它延续了福星小子和乱马1/2的风格，但比起前2部作品，它更像是一种创作者的回归与调整。老师也曾说，他在画相续一刻的时候，其实还太年轻，本来想画公寓里的人情冷暖，但结果画成了青春恋爱剧。也许有了这些经验，他才能在境界之轮回中画出真正属于他现在年龄与心境的节奏。猫偶魔续是高桥留美子目前最新的长篇连载作品。这部作品的背景设定在大正时代，老实说他很喜欢大正时期的建筑与氛围。他小时候常看以大正为背景的时代剧，那种洋风混合的气氛让他感到亲切，也很有画面。他还提到大正时代的夜晚黑得更彻底，很适合描写怪奇与诅咒的故事。此外，大正时代出现的关东大地震也是他一直很想画的主题之一。主角魔绪是个冷静沉着的少年，女主角黄叶菜花则能够在现代与大正时代之间自由往返。这个时空穿越设定是为了让现代剧情不只是回忆，而是真正参与故事的线索。魔绪负责推动主线，菜花则是作为搭档的角色参与其中。老实说，菜花虽然身世很悲惨，但个性很乐观，是一个很好描绘的女主角。魔绪的整体风格比起境界之轮回更严肃，更接近犬夜叉和他早年的人鱼系列。这是他与编辑讨论后，决定用诅咒作为主题，慢慢建构出整部作品的轮廓。魔绪的角色形象跟以往的男主角很不一样，他不会在女主角遇险时就冲上去保护她，也不会像乱马那样嘴硬傲娇。老师想借由这个角色尝试一种新的英雄类型，也代表他在角色创作上的一种进化。高桥留美子的创作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：角色就是一切。他在创作角色时，会先想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，
会怎么反应，为什么会这样反应。角色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，谁吐槽，谁耍笨，谁推进剧情，谁缓和气氛，这些他都会事先设想好。他说，主要角色必须是自己喜欢的，因为长篇连载会陪伴很久，如果不喜欢这个人，就画不下去。主角要够有精神，能够带动对话，配角则要补上主角没有的特质。故事的架构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养成，脑袋里总是在模糊地思考着什么。就算在看电影或小说觉得无聊，他也会想要怎么改写会更有趣。他与编辑的互动也非常密切，常常会开会3到4小时，讨论分镜，讨论情节，有时候还会因为太投入，让编辑累到当场睡着。至于在他出道前，也曾投稿给集英社，结果被退稿了。当时看稿的人就是后来发掘鸟山明的鸟岛和彦。老师本身也有很多创作习惯，他喜欢边画漫画边吃鱿鱼丝，是阪神虎的死忠球迷。他的家族也很有艺术气息，父亲是一位写排序的诗人，同时也是一位画水墨画的艺术家。曾祖父甚至参与过“助产妇”这个词的命名。他工作非常拼命，3天画分镜，从晚上11点画到早上6点，接着2天半完成作画。他还会亲自帮助理贴网点、画背景。另外，他也坦言，反派角色很难画，因为他只能画自己能理解的人。编辑铃木总一郎也说，老师的作品不是天降神笔，而是一个个苦思烦恼后的成果。他给想当漫画家的人一句话：不要觉得画漫画很难，就算卡关也不要停下来，仔细想一想，然后往前走，先画出来，一定要完成它。高桥留美子用她的画笔创造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角色与世界，从搞笑的日常到深刻的情感，从奇幻的冒险到温馨的守候，他的作品跨越了文化与世代，影响了全球数以亿计的漫画迷。今天我们分享这些创作过程与小故事，或许让你对高桥留美子的创作有更深的认识，也或许让你重新爱上了那些陪伴你成长的经典角色。不管你是新粉丝还是老粉丝，他的漫画总是能带给你不同的感动。影片最后一个好消息通知大家，尖端出版社即将在9月份推出乱码1/2典藏书盒版，一共会有2个新的书盒，一盒10本。如果你之前错过了4个书盒的版本，那么可以把握这次的新书盒。预购的链接已经放在说明栏位里了。如果之前你已经买过20本的典藏版，那么这次书的内容是一样的，是否为了书盒再收藏一套，就看个人的评估了。以上就是这次全部的内容，感谢你影片完整看到最后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点赞分享，让更多人可以看到。那么我们就下周2晚上见喽，拜拜。